大家好，本期是我对之前发布的 Face Fusion 教程上下集所做的整合与更新版本。这是目前全网最完整、最基础的新手换脸教程。此前遗漏的一个小功能也已补充，所有核心功能、关键设置、细节调整一并讲清。看完本期教程，你就能独立完成高质量的视频换脸操作。视频较长，建议收藏。换脸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解决方法。全网最详细的 Face Fusion 换脸教程，干货含量严重超标。关于 Face Fusion，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要么已经在使用，要么至少刷到过它的名字。GitHub 上的 Star 将近 24K， 遥遥领先其他同类项目，几乎成了换脸的代名词。效果是不是最好的，见仁见智，但它绝对是使用率最高的，这一点没人能反驳。这款工具在业内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但很多人在使用中总会遇到各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网友建议我做一期详细的教程，让大家少走弯路，快速上手。我回顾了一下以前的 Face Fusion 操作教程，发现那已经是1年前的老版本，很多新功能、新模型在当时根本没涉及。所以本期教程我力争做到全网最细致，在演示操作换脸的同时，把每项功能的底层逻辑都给你剖析清楚。这期视频可能会比较长，建议先点赞、关注、收藏，这样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翻看。这是我制作的整合包，基于官方代码进行了优化，并调整了 UI 界面的配色。同时我还修复了一个小 bug， 最重要的是，这个整合包更加自由，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如果你是 A 卡或者极显的用户，下载 A 卡版本文件加下的 3.7 版本，然后下载 3.7 版本升级 3.8 的代码。N 卡用户直接下载 3.8 版本，下载后使用 7Z 解压文件，将解压后的代码文件一键复制，全部粘贴到 3.7 的根目录。出现提示框，选择替换所有目标文件，然后删除旧的启动器，这样就完成了升级。在使用之前，有一件简单但常被忽略的重要事项需要特别提醒：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字符，至少1半以上的人会犯这个错误。甚至有些人会问，什么是路径？路径就是当前项目根目录的地址。如果地址栏中出现中文或其他特殊字符，必须要修改。比如我这里的新建文件夹就需要修改成英文或者数字。这个工具有2个启动器，分别用来换脸和直播。每次进入根目录启动比较麻烦，可以将启动器创建到桌面快捷方式。右键点击启动器，展开显示更多选项，点击创建快捷方式，然后把这2个快捷方式文件剪切到桌面。我们先来了解基础换脸。双击启动器首次运行时，程序需要加载模型和相关资源，因此启动可能会稍微慢一些。程序加载完成后，会自动跳转到操作界面。部分网友由于浏览器设置问题，可能无法直接跳转，而是停留在当前界面。别担心，这不是报错，只需手动复制当前端口地址，并粘贴到浏览器中，即可打开操作界面。UI 界面的左上角的第一个板块叫做处理器，这里提供了10个处理器选项。第一个 Face Swapper 是默认勾选，意思是换脸者，它是执行换脸操作的必选项，将要替换的人脸照片上传到原文件中。目标文件中上传被替换的人脸照片，请确保上传的路径和文件名不包含中文，所以我这个新建文件夹要修改一下名称。右侧的窗口是替换人脸后的预览窗口，也是推理生成后的最终效果。从当前默认设置来看，清晰度远远不够，这时就需要再添加另一个处理器。在处理器板块中勾选 Face Enhancer， 它是面部增强的意思，用于提升人脸部分的细节和清晰度。同时我们看到在处理器板块的下方多出了面部增强模型，
默认选用的 GIFGAN 1.4 并非最高精度的模型。展开下拉框，这些是更高精度的面部增强模型，分辨率从256到2048不等，分辨率越高，处理的细节和清晰度也越高。比如2048就是把面部超分到2048像素。尽管更高分辨率能提供更多细节，但并不总是最佳选择。选择时需考虑实际需求，更高分辨率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细节，影响自然感和风格。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追求自然增强，而非单纯追求分辨率。实际上512像素的面部细节已经足够支撑 2K 到 4K 的全局图像，因此建议大多数情况下使用512模型进行面部增强。在面部增强模型下方是面部混合增强，默认设置80，这个参数控制了原人脸在融合中的占比。将设置调到最高会使原人脸的特征更强烈融合到图像中，替换效果更加明显。然而，当原人脸和目标人脸的脸型差异较大时，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拼接效果。接下来是换脸模型板块。尽管这里提供了多种换脸模型，但在新版本之前，针对亚洲面孔 FP16 模型是首选。其他可用的模型包括 Blend Swap、HeyFace Unofficial 以及 Uniface。其他模型的效果惨不忍睹，好奇心强的你可以自己进行尝试。这次的新版本又增加了3个 HyperSwap 模型，型号分别是 A、B、C。我个人觉得新模型在面部细节上有明显提升，但具体哪个型号更好，我暂时还没完全鉴别出来。欢迎体验到明显区别的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在换脸模型的下方是换脸像素提升的设置，如果图片中的人脸占比较大，比如这张人脸大约占整张图片的1/4，那么将人脸设置成512像素再乘以4，就可以足以支撑2048像素，也就是 2K 以上的高清图片。如果人脸占比是1/8，那么512像素乘以8就可以支撑 4K 以上的超清图片。也就是说，这里的像素值只是针对人脸的部分，而并非整个图像。看到这里，你或许对清晰度非常满意，但别急，这还没完。处理器中的 Frame Enhancer 也叫做真增强器，是对整个图像进行增强处理。真增强模型有点眼花缭乱，图片中是对这些模型的一些特点说明，请截图保存。总体来说 Span Candida X4 和 Real Astragon X4 是常见的热门选择，这两个模型在平衡方面表现最好。如果你更看重图像的锐化或边缘增强， Ultra Sharp X4 是最优选。设置好模型后往下拉，设置图像分辨率和图像质量。分辨率建议设置与面部增强的参数相匹配，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面部分辨率乘以图像中面部的倍数。图像质量建议设置100，其他参数的设置将在接下来的视频换脸中讲解。点击开始，换脸后的图片自动保存在根目录下的 Output 文件夹内。掌握了基础换脸的逻辑后，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遮挡物换脸的技巧。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常常遇到不同的遮挡物，比如麦克风、口罩、食物等，这些都会影响换脸效果。例如这张图片，如果直接替换，模型会将口罩区域识别成人脸的一部分，导致口罩部分被错误融合，结果可能出现口罩形变，或者人脸部分隐约可见，从而破坏整体的换脸效果。这时我们就要用到另一个处理器 Face Debugger， 也叫做面部调试器。启动 Face Debugger 后，处理器板块下方会弹出人脸调试项，这个板块中的选项除了最后3个年龄、性别、种族，其他选项主要用于调整人脸识别的精度。Face Landmark 5代表识别5个关键点，比如五官。Face Landmark 68代表识别68个关键点，提供更细致的面部特征定位。这些选项的作用是提高面部特征的识别精度，虽然它们对于理解调试流程有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常用，因为在右侧面板中有更直观易操作的对应选项。例如在预览图片中显示的方框，就是程序在面部遮罩类型的默认设置 box， 这个方框标志了程序所识别的人脸区域，也就是说方框内的人脸部分都要被替换，当然也包括口罩部分，所以 box 遮罩类型并不适合有遮挡物的人脸替换。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选择另一种遮罩类型 Occlusion， 它专门用于处理遮挡物，能够更好地识别并排除被遮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Occlusion 精准地排除了口罩部分，只保留了口罩以上的人脸区域，为人脸替换提供了充分的准备。取消人脸关键点的检测，只保留勾选的 Face Mask 蒙版选项，这样程序将不会进行任何关键点检测，仅专注于应用蒙版，帮助识别和处理遮挡物区域。点击开始。推理后的人脸上出现绿色线框，这是许多新手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之前提到过，预览窗口显示的就是最终的推理效果。如果预览窗口中的人脸区域仍然显示线框，那么推理后生成的图片也一定会包含这个线框。因此在设置好蒙版区域后，我们需要取消勾选 Face Debugger， 这样预览窗口中就不会再显示线框。但程序会记住之前的设置，并根据蒙版设置进行遮罩推理。蒙版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记住确保框内的区域没有遮挡物，并将遮挡物排除在框外，这样程序就能准确处理和替换人脸区域。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精准地对有遮挡物的人脸进行替换。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换脸。在图像中有多张人脸时，如何选择指定的人脸进行替换。在预览窗口下方的面部选择模式中， Many 代表选择全部人脸， One 是选择一张特定的人脸进行替换， Reference 是默认选项，用于选择目标人脸。在面部选择器的下方是程序识别出的目标人脸。选择 Reference 模式后，可以在这里选择目标人脸进行替换。再往下是顺序选择器，有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小到大、从高到矮等多种顺序选择方式。顺序选择器的后面是性别选择器， Female 用于选择女性， Male 用于选择男性。这些功能主要用于视频换脸中的动态人物，帮助精准选中目标人脸。比如当视频中有多个人物走动且位置不固定时，可以使用性别选择器来锁定特定性别的人物，或者使用高矮大小选择器来精准定位目标人脸。接下来是年龄选择器，前面提到的多种选择器已经足够精准锁定人脸，加入年龄选择器实际根本没有必要。下面的参考人脸距离，这个参数对人脸相似度尤为重要。人脸距离是指原人脸和参考人脸之间的距离，就像是两张图片，原人脸位于上面，也就是接近屏幕，参考人脸位于下面。距离越小，两张图片越接近，原人脸和参考人脸的特征融合得越多，最终效果会包含更多参考人脸的特征。而当人脸距离增大时，参考人脸就会逐渐移向后方，特征融合的程度减少，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参考人脸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想要更接近原人脸，就尽量把距离参数调到最大，但要注意边缘的融合度，避免效果过于生硬。接下来是面部遮挡模型，提供了3种不同的选择。为了表达对模型贡献者的尊重，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3种模型的特点。这不仅能帮助大家更好理解它们的优势，还能体现出开发者在背后所做的努力。SSEG 1是属于初代基础版，技术标签是基于轮廓点标注的传统分割算法，核心逻辑是通过计算图像中的边缘信息来分割目标区域。简明总结就是基于边缘检测自动抠图，原理是通过图像的边缘信息来分割不同区域，通常使用传统计算机视觉算法，如边缘检测、轮廓提取来实现。技术本质是基于规则的算法，利用图像边缘特征进行目标分割，主要依赖几何形状。缺点也很明显，细节表现差，复杂轮廓和细节可能无法准确分割，遮挡处理差，遮挡物可能导致误判或漏分割。SSEG 2是升级版，技术标签是基于 CNN 卷积神经网络的语义分割模型，核心逻辑是通过深度学习，利用大量图像数据训练，自动识别并分割物体区域。简明总结是深度学习驱动的半自动抠图，原理是通过大量标注的训练数据，学习图像中不同区域的特征，然后应用这些特征进行自动分割，能够识别出人脸、背景、衣物等元素。
技术的本质是深度神经网络，尤其是 CNN 进行图像分析，通过学习图像结构与特征来进行分类与分割。缺点是训练数据偏差，没有覆盖所有特殊情况，如不同角度的脸部，可能导致识别错误、细节忽略，一些复杂的小细节可能无法精准分割。SSEC 3是智能加强版，技术标签是 Transformer 加自动适应动态分割网络，核心逻辑是通过注意力机制和自适应分割策略提升分割精度，特别是在处理遮挡和复杂场景时表现突出。简明的总结是智能分割能够处理复杂场景和细节，原理是通过 Transformer 模型和注意力机制，模型能够聚焦图像中的关键细节，并动态调整分割策略，特别擅长处理物体遮挡的复杂背景。技术的本质是基于 Transformer 的深度学习模型，结合上下文信息，自动调整分割策略，以提升精度。优点是精细分割，在细节丰富或背景复杂的情况下表现尤为优秀，强抗遮挡能力，能够推测并修复被遮挡的区域，即使是头发挡住耳朵也能精准识别。SSEC 3模型在遮罩精度、细节处理和遮挡场景中的表现远超前代模型，尤其在复杂的配饰和微小细节的分离上提供了更高的准确度。总结来说，从抠图的角度来选择模型，对于边缘明显的遮挡物，比如口罩和麦克风，就选择一代模型；对于稍微难度较高的抠图对象，比如耳环等饰品，就选择二代模型；而对于更复杂的场景，比如头发丝这样的细节，必须选择三代模型。这样可以确保每种情况都得到最适合的处理，获得更精确的效果。插播一下，视频最后有彩蛋，处理对口型的方案和解决临时文件占满 C 盘的问题。上期教程我们讲到了面部遮挡模型，默认使用的是 SSEC 1，它通用性强，但精度相对稍低。很多高配电脑用户更偏好精度更高的 SSEC 3，但每次都要手动切换，确实有点麻烦。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来设定自己的个性化默认设置，让每次启动都自动应用你习惯的模式。来到项目的根目录，找到 FaceFusion.ini 文件，右键点击，选择在记事本中编辑，找到 Face Occluder Mode， 在后面添加上模型名称 SSEC 3，保存并关闭文件。下次启动时，程序就会自动使用你设置的默认模型。这个方法适合想固定使用高精度模型的用户。除了遮挡模型，还有很多默认设置也可以在这里修改。别着急，我们一项一项讲。接下来是面部解析模型，它的作用是先把一张脸分成多个区域，比如皮肤、头发、眼睛、嘴巴，然后这些区域会作为参考线，帮助后面的模型在融合时该换哪块，不该换哪块。这里有两个选项 Bisonet Resnet 18和 Bisonet Resnet 34，它们分的区域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精细程度。Resnet 18分得快，但边缘粗一些。Resnet 34分得更细，边缘更自然，但推理稍慢。实际使用中，两者的显存差大概在 300M 到 500M 左右，建议 8G 以下显存使用 Resnet 18， 8G 以上显存可以把 Resnet 34设置成默认选项。还是打开刚才的配置文件，找到 Face Parser Model， 后面添上 Bisonet Resnet 34，同时也建议把 Face Mask Types 设置成 Occlusion， 也就是面部遮罩类型。这个遮罩设置，我们在上期视频遮挡物换脸部分里已经大概讲过。为了更清晰的演示，我们更换一张人脸占比较大的目标图片。面部遮罩类型的设置依赖于处理器中的 Face Debugger， 只有启用该处理器后，相关选项才会显示并生效。界面上共提供4种遮罩类型可选。由于我刚才在配置文件中面部遮罩类型设置的 Occlusion， 所以当前默认选项与新用户不同。未修改配置文件的用户，默认选项是 Box。Box 是矩形框遮罩，是最早期的一种遮罩方式，逻辑简单，直接用一个矩形框覆盖人脸区域，适用于无遮挡、无复杂干扰的基础场景。对低配置电脑也比较友好，因为它几乎不涉及额外计算。但它的最大缺点在于遮罩范围固定，无法精准贴合人脸轮廓，容易在头像边缘产生与背景不协调的拼接感，甚至出现模糊。
因此如果硬件条件允许，不建议继续使用 box 方式，更推荐选择 occlusion。Occlusion 是遮挡物识别遮罩，是目前更智能也更常用的一种遮罩方式。它会自动识别人脸前方的遮挡物，比如麦克风、手、口罩、食物等，并在生成时自动避开这些区域，只保留清晰的面部部分。这种方式的优势是能有效避免遮挡带来的错位或糊脸，生成效果更加自然，特别适合存在明显遮挡的复杂场景。相比鲍斯，它对计算资源有一定要求，只要显卡8G 以上，基本都能顺畅运行。我们可以看到 Occlusion 精准地排除了不属于人脸结构的眼镜部分，只保留了遮罩范围内的额头、鼻子、嘴巴以及眼镜下方清晰可见的面部区域，甚至对于眼镜镜片内隐约可见的脸部区域也进行了准确遮罩，最大限度保留了人脸信息的完整性，同时避免了遮挡物带来的干扰。不认真看教程的同学，这时候肯定会问，怎么图像上还有线框？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期教程里已经讲过，遮罩调整完成后，一定要取消勾选 Face Debugger， 否则生成结果会和预览窗口完全一致，也就是带着线框的成图。这不是 bug， 是你忘了关调试功能。接下来是 Area， 这是一个支持局部换脸的遮罩方式，系统提供了3个可选区域 ：Upper Face 上半张脸，只包含眉毛和眼睛 ；Lower Face 下半张脸，从鼻子以下到下巴。这2个遮罩类型没有任何鸟用，但最后一个选项 Mouth 在驱动口型上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我们放在最后一个处理器驱动口型的 Lip Sensor 中一起讲解。如果你喜欢做数字人口播视频，一定要看到最后，这个功能可以帮你解决驱动后嘴唇模糊的问题。最后一个遮罩方式是 Region， 它会将整张脸系分成10个小区域，一般用于脸型差别较大的场景，比如2张人脸的眉毛高度差别很大，有时会出现4条眉毛的问题，这时候可以关闭 Eyebrow 遮罩，取消眉毛的替换。另外，在牙齿崩坏的场景下，也可以取消 Mouth 遮罩，保留目标图像中原本完好的牙齿。总之，这些细分的小区域，如果你不想替换哪里，就取消对应的勾选。记住，勾选的区域就是会被替换的区域。比如想保住目标图片中的眼镜不被融合，就取消勾选 Glasses， 这样眼镜就会被遮罩功能排除在融合范围之外，推理后的结果会完整保留目标图片中的眼镜。接下来是人脸检测的设置部分，这里提供了3个模型，最上面的 Manly 并不是模型，而是一个全部人脸检测的开关，出现在这里纯属多余。RetinaFace 是目前精度最高的人脸检测模型，由阿里巴巴达摩院提出，最早开源于 InsightFace 项目。它基于单阶段检测框架，除了输出人脸边框，还能同时检测五官关键点。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换脸、换装、人脸对齐等任务中，是业内使用最广泛的检测器之一。SCRFD 同样来自阿里巴巴达摩院，诞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替代 RetinaFace。虽然它的架构更现代，推理速度也更快，但在复杂场景下，精度仍略逊一筹。如果你追求效果的极致，建议优先选择 RetinaFace。YOLOFace 是速度最快的人脸检测模型之一，适合处理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任务，比如推理大体量的视频或电影文件。但也正因为它牺牲了精度，在低清晰度场景下容易漏检或检测不稳，不少用户在视频换脸中出现跳帧现象，实际上就是因为选用这个模型所导致。所以，如果推理结果出现跳帧，第一步建议先切换为 RetinaFace， 再来看其他设置。后面是人脸检测尺寸，默认是640，这也是程序允许的最大值。程序会先把整张图片压缩成640像素，再交给模型做人脸识别。尺寸越大，图像压缩的越少，脸部细节保留得越完整，模型识别就越准确。虽然下拉菜单提供了多个尺寸选项，其实是为了兼容低性能电脑。如果你的资源有限，且素材中的人脸本身就很清晰，可以将检测尺寸调到最小值，以换取更快的推理速度。但要注意，如果素材光线不足或人脸较暗，设置过小的尺寸可能会导致模型识别失败，
从而出现跳帧问题。在人脸检测角度中，默认0是指检测正面，如果素材中有侧脸，适当调整90、180、270，这样可以扩展识别范围。尽管我只设置了检测正面，但前面设置了较高的参数，这张侧脸照片依然被完美替换，这是以前旧版本无法实现的效果，表现出了当前版本的更强识别能力和适应性。人脸检测评分，这个参数决定模型识别人脸时的置信度门槛，分数越高，模型越严格。如果设成最高，模型会严格执行上面的所有检测条件，只要有一丁点不符合，就直接不认这个脸。默认值是 0.5， 本身就偏高，这也是很多用户推理结果出现跳帧的核心原因之一。比如图中这张人脸光线偏暗，置信度不够，直接就被模型跳过，这种情况就该调低评分，让模型放宽尺度，别太挑剔。还有下面的人脸标定评分，这个参数控制的是关键点识别的置信度门槛，也就是模型识别到人脸之后要不要继续执行标定五官。建议这个值和人脸检测评分保持一致，这样只要模型判定是人脸，就会顺带完成五官标定，避免出现只融合脸却不画五官的情况。只要严格按照以上参数设置，绝大多数跳帧问题都可以避免。我们来总结一下影响跳帧的关键模型与参数。人脸检测模型决定基础识别能力，建议用 RanaFace。 人脸检测尺寸控制模型看图的清晰度越大越稳。人脸检测评分置信度门槛太高容易跳。人脸标定评分控制五官是否标定，建议与检测评分一致，避免只识别不标定。人脸标定模型这里提供了2个选项， 2D-FAN4 适用于真人， PipeWords 专门针对动漫脸、卡通脸等非真实人脸设计的模型。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支持对2次元插画风格的人脸进行换脸，但前提是你要切换到 PipeWords 模型进行标定。右侧面板最后一个选项 Keep Temp， 这个选项的意思是否保留临时文件，默认是关闭状态，程序运行完会自动清理临时文件。如果你勾选它，推理过程中生成的临时图像、缓存数据都会保留下来。Age Modifier 年龄调整器，这个处理器可以单独使用，前面提到的人脸增强和真增强器也都可以单独使用，特别适合用来给低分辨率视频做超分处理，不一定非要搭配换脸使用。取消勾选的 Face Swapper， 这个处理器只有一个模型，参数是正负100之间，这个数值并不对应实际年龄，而是代表一个相对年轻或年老的程度。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加深或减淡鱼尾纹、法令纹等面部细节，来呈现轻度的衰老或减龄效果，适合微调年龄感，不适合大幅度的年龄转换。它也可以与人脸增强器、真增强器搭配使用，实现图像的高清推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官方原始代码并未加入高清路径，我在整合包中对其进行了优化，增加了高清图像推理功能，能让最终输出画质达到超清效果。DP-Swapper 深度换脸处理器，通过内置模型进行人脸替换的处理器，不需要上传原图片，使用时请取消勾选 Face Swapper。 从原理上讲，使用训练好的模型换脸，理论上效果更精准、更自然，前提是模型足够优秀。但目前流传的大多是仿名人模型，比如马一龙仅适合搞怪娱乐，实用价值不高。而如果想自己训练一个深度换脸模型，不仅需要大量高质量素材，还要配置复杂的训练环境，训练周期长，成本极高，不适合普通用户。所以 DP-Swapper 更像是一个展示项目的附加功能，而非主力换脸方案。因此，我在整合包中只保留了几个相对稳定的模型。如果你需要更多，请在我的网盘中搜索关键词 DML 模型。Expression Restorer 表情修复器，这个处理器的作用是在换脸完成后，尽量还原原图中的表情状态，比如原图是微笑、皱眉、张嘴等。但注意，它不是凭空生成表情，而是尽力从原图中复原表情特征，对细节敏感度强，适合用于强调人物情绪的视频换脸任务，但也可能引入轻微的变形或失真，建议搭配高质量素材使用。
采用的模型是 Live Portrait， 这个项目我以前出过教程，本质上就是用来控制人物或动物表情。下方的表情恢复因子控制的是表情还原的强度，素材不同，最优值也不同，建议多尝试。Face Editor 人脸编辑器，这个处理器同样采用的是 Live 的 Portrait 模型，提供一些基础的人脸表情或位置的编辑能力。至于是否有用，我不做主观评价，下面的效果大家自己判断。挑战的眼神，从此换脸新标杆。技术时间，他在判断。Fusion free, ruling the scene, pushing boundaries like never seen. With wide your face, latest upgrade. Fade through to shines, with colors that won't fade. 色彩更鲜活，脸庞更契合，每一帧都完美胜过之前的承诺。还原的世界。Latest upgrade, fade through to shines with colors that won't fade. Frame Colorizer 斟着色器，这个处理器用于将黑白画面自动上色，适合处理早期黑白影像、复古素材等内容。本质上，它是图像上色模型，推荐在换脸流程之外单独使用，以保证色彩还原的完整性。当前内置了5个模型，分别侧重于真实还原与艺术风格。这是各个模型的上色风格，建议截图保存以便参考。Lip Sensor 唇形同步器，这个处理器用于音频驱动视频中人物的口型，在原文件中上传音频，在目标文件中上传用来被驱动口型的视频文件。音频和视频的时长尽量保持一致，以确保同步效果。在进行口型同步时，建议取消 Face Swapper， 不进行换脸推理，这样可以专注于口型驱动，避免干扰。如果不取消勾选 Face Swapper， 运行时会提示检测不到原人脸。当然，如果你在换脸过程中提示请上传音频文件，就是不小心勾选了 Lip Sensor。一定要注意，只做换脸操作时，务必不要勾选 Lip Sensor。Lip Sensor 也可以搭配面部增强和真增强同时推理，提升视频质量和稳定性。这里提供了3个模型，前2个效果极差，只有 Waved Lip GAN 96勉强能用。点击开始。我相信很多听友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96年、90年代的那个夏天。我们看到驱动后的口型有些糊，可以调高下面滑块的参数，试试 0.7 或者直接调到最高。这样可以增加音频的驱动力度，但并不是所有音频都适合最高参数。如果音频的情绪起伏较大，过高的驱动力度可能导致口型变得夸张或变形。也就是说，情绪平稳的音频可以调到最高，而情绪激烈的音频建议调整到 0.7 左右。我相信很多听友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96年、90年代的那个夏天。如果效果还是不太满意，这里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原视频中截取一张嘴唇清晰的图片，上传到原文件，然后把之前不太满意的视频上传到目标文件，在处理器中开启换脸、面部增强、真增强以及 Face Debugger。来到右侧面板的面部遮罩类型区域，勾选 Area， 取消勾选 Upper Face。Lower Face 只保留 Mouth，
也就是说只对嘴部进行替换。取消勾选 Face Debug 后，点击开始进行生成，看看效果。我相信很多听友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96年、90年代的那个夏天。肉眼可见的效果有了些许改善，在开源项目中，考虑到硬件要求相对较低，它应该是首选的口型驱动模型。最后我们来看看基本参数的设置。在执行提供者选项中有3个可选项，对于安卡用户建议勾选 CUDA 和 TensorRT。至于 CPU 选项，它实际上是多余的，选不选都无所谓，它一直会参与工作。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模型都支持 TensorRT。如果遇到命令窗口出现红色报错信息，说明当前模型不支持 TensorRT。如果能够正常工作就无需理会，如果不能工作就取消勾选 TensorRT。执行线程数和执行对列数控制的是 CPU 向 GPU 传递数据的工作负载，根据自己的 CPU 和心数，参考图片中的参数进行设置。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 CPU， 右键屏幕底部的任务栏，点击任务管理器，点击性能，再点击 CPU， 内核后面的数值就是你 CPU 的核心数。下载提供者2个都是默认勾选状态，当程序检测到模型损坏时，会自动触发下载。视频内存策略有3个选项，从严格到宽松。16G 以下内存选 Strict， 限制内存使用，确保稳定性。64G 内存选 Tolerant， 允许更多内存使用，提升推理速度。这些选项都可以在配置文件中设置。这是我 16G 显卡的设置，你可以用来参考，请截图保存。临时帧格式指程序提取视频文件为图片时使用的格式。虽然提供了4个选项，实际上常用的只有2种。PNG 质量最高，但会占用大量临时空间。JPEG 文件格式较小，但会损失一定的质量。如果空间有限，可以选择 JPEG。如果对图像质量有高要求且空间充足，建议选择 PNG。音频编码器默认选择 FLAC 格式，下拉框提供了多种格式，图片中是它们的音质区别。下方的滑块用于控制音频质量，滑块的最高值代表最佳音质，但文件也会变得更大。音频编码和刚才提到的临时帧格式都是通过 CPU 计算，这也是很多人问为什么 CPU 总是跑满的原因，所以请根据 CPU 的性能选择合适的编码器。接下来是视频编码器，请根据图片中的对应关系，结合你的硬件选择适合的编码器。对于安卡用户，建议选择 HR64Nvens。如果你的显卡性能较高且不在乎资源消耗，可以选择更高效的265编码，也就是 HAVT-Lenvens。下面的视频预设用于设置视频合成的速度，选择不同的预设将影响视频的编码时间和输出质量。图片中的预设速度仅供参考，选择不同的预设会在速度和质量之间找到平衡。我个人建议选择 Very Fast， 在确保速度的同时保持较好的质量。视频质量设置为最高，视频分辨率和帧率建议保持默认，特殊需求可以根据情况自行调整。这些参数都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找到对应的设置。我的设置是基于 16G 显卡的参考，请根据自己的硬件配置酌情选择。最后，这是在配置文件中修改临时文件路径的设置，适用于 C 盘空间不足的用户。但需要注意的是，修改临时文件路径后，可能会导致无法推理200兆以上的大文件。以上是全网最详细的 Face Fusion 换脸教程，希望能得到您的3连支持，下期再见。